中国有狮子吗？曾经东北的狮子比东北虎还猛，汉代甚至还有狮子进贡。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其实中国是有狮子的，在距今30到10万年前，我国生活着一种名为洞狮的狮子。洞狮体型庞大，足足有3米长，比现在最大的猫科动物东北虎要大得多。洞狮除了有现代雄狮同款鬃毛外，其他方面更类似于老虎。它长着较浅的老虎斑纹，四肢粗壮。根据冻土层出土的幼崽化石来看，它们的毛发很可能是白色的。根据考古研究，洞狮主要分布在欧洲，但我国的东北地区也曾有洞狮头骨出现。如今在黑龙江一家博物馆内展出，证明我国确实有洞狮存在的踪迹。到1万年前，由于人类的捕杀以及食物的减少，洞狮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。除洞狮外，我国还有另外一种名为杨氏虎的狮子。杨氏虎跟洞狮算是兄弟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化石狮。化石狮一直在非洲生活到了50万年前，随后它们才向各大洲扩散，进行独立演化。当时走进欧洲的那部分化石狮演化成了前面说的洞狮，进入亚洲的那部分演化成了接下来要说的杨氏虎。杨氏虎的化石首先发现于北京周口店遗迹，科学家对它的形态以及解剖结构进行仔细分析，证实了它确实是种狮子。之所以叫杨氏虎而不叫杨氏狮，与当时古生物学家的命名有关。对于新发现的猫科化石，他们习惯将大的叫虎，小的叫猫，不大不小的叫豹子，所以杨氏虎才有了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。杨氏虎算是我国真正有过的狮子，洞狮可能是过来串门的。这2位兄弟在历史上当了几十万年的霸主，当时统治着半边天，如今来看也只有寥寥的几行文字书写。洞狮与杨氏虎在华夏先祖还没出世时就已经灭绝，所以中国文化里的狮子说的不是它们，而是另外一种狮子——亚洲狮。我国也有狮子，曾经被奉为神兽的亚洲狮，如今现状堪忧。其实亚洲狮并非我国本土所有，而是分布在古代的西域地区，被当作贡品引入中国，因此被称为贡狮。关于贡狮进入中国的时间，大部分的史学家认为是在东汉时期。《后汉书·张帝纪》有载：西域长史班超击杀车，大破之。月之国遣使献伏拔狮子。这句话说的是班超攻占了月之国的都城刹车城，月之国俯首称臣，以伏拔狮子进献。这里的伏拔有说是羚羊，也有说是猎狗，说法不一。不过狮子倒确实是今天所说的狮子。狮子在古印度语中称酸吉，音同酸泥，而酸泥在中国传说中是龙的儿子，所以古代狮子形象跟龙相近，倒与真正的狮子相距甚远。狮子这个名字则是从汉代从伊朗传过来的，宋代时有出现了狮这个字，不过那时的狮泛指各种野兽，到了明朝才特指狮子这种动物。在东汉时期，西域不仅传来了狮子，还有佛教。佛教有位供奉的文殊菩萨，坐骑就是一只狮子，所以狮子在佛教中的地位也是很高的。当时我国为迎接佛教，专门建立了白马寺，寺庙门口就放有狮子雕像，作为镇守一方的神兽。有的学者考证，狮子做贡品传入我国的时间可能更早，在西汉时期就开始了。到了唐朝，人们开始流行将石狮子作为大门口的镇宅神兽。宋代时，大户人家争相在自家门口放上石狮，据说如果家宅遇灾，石狮的眼睛会变红。不过镇宅辟邪是一方面，其主要的目的应该还是炫富。到了明朝，朱棣做了皇帝后，将原本的中国龙、凤、麟、龟4灵里的乌龟换成狮子，从此百姓对狮子的崇敬更盛。亚洲狮虽贵为神兽，可到了1840年，外来的欧洲殖民者将它们当作玩物，将对它们的猎杀当成一种风尚，成年狮被杀，幼年狮带回欧洲售卖，一时之间，亚洲狮惨遭灭顶之灾。到1908年，野外已经很难找到亚洲狮的踪迹，人们翻山越岭，寻遍每一个角落，终于找到仅剩的13头。之后，这13头亚洲狮被当地的动物保护机构收留，送往了印度的古吉拉特邦。在那里划出了96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域，用来安置它们。
到1965年，古吉拉特邦的这片保护区在原本的基础上又增添了1412平方公里的森林面积，被划定为吉尔国家森林公园。在人们的共同努力下，到2017年，生活在这里的亚洲狮数量超过了600头。虽然数量有所增加，但是这些狮子都是当年那13只的后代。由于数量太少，近亲繁殖不可避免的产生。近亲繁殖带来不可逆的伤害，劣质基因不断堆积，狮群的免疫力下降，饱受疾病困扰。2018年9月，这里爆发了一场犬瘟热的传染性疾病，短短1个月内，23头狮子接连死亡。虽然这场瘟疫没有让亚洲狮彻底灭绝，但它们如今的免疫能力根本无法再经历一次这样的疾病。有人想到了解决方法，从非洲引进健康的狮子，让它们与亚洲狮杂交，优化亚洲狮基因序列。这个提议立刻遭到印度人民的反对，他们认为亚洲狮是神圣的，不能被其他的狮子玷污。这个计划也就不了了之。一边是他们迭代堆积的劣质基因，一边是人们推崇的圣洁，两相碰撞，将亚洲狮推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。冻狮与杨氏虎已在那个遥远的年代灭绝。如今亚洲唯一的狮子，是让它同样成为历史，还是恢复往日的辉煌，只能看人类如何抉择，大自然如何考验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